你是不是常常觉得自己跟周围的人格格不入？别人在争名夺利的时候，你反而想退让，看到别人受苦，你的眼泪就止不住。明明自己也过得很辛苦，但看到有人需要帮助，你还是会伸出手。如果你有这些感觉，那我要恭喜你，但也要提醒你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你很可能就是那种无名指比食指长的人。这种手相在易经里有特殊的意义，代表你这辈子带着使命来的。什么使命？你先把手伸出来看一看，然后继续往下听，我会一步一步告诉你。你仔细看这根无名指，是不是比那根用来指指点点的食指还要长一些？快看看你自己，也可以看看你子女的手、爱人的手。如果你的无名指确实比食指长，哪怕长一点点，那我就要恭喜你了，但也要提醒你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易经和国学的深层道理里，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理特征，这是一个印记。你们要晓得，我研究易经几十年，讲了这么多年的命理，有一句话是我始终放在心上的，叫做身有相皆因果。就是说你这个身体长什么样，高矮胖瘦，甚至你身上每一根手指的长短都不是随随便便长出来的，那都是有来历的，都是有原因的。你们看5根手指很有意思，大拇指代表父母，代表祖上，代表根基；食指最厉害，代表权力，代表欲望，代表攻击性。你们骂人的时候，是不是用食指指着人家？中指代表自己，立在最中间最高；小指代表子女，代表晚辈。唯独这个无名指很奇怪，你们想过没有？为什么叫它无名？《道德经》第一句就是说：“无名，天地之始。”老子讲无名，是说它超越了所有的名，超越了所有的标签，它是最本源的东西。这根手指平时最不起眼，但民间都说无名指连着心脉。在我们传统的经络学问里，这根手指确实关联着人体内在的能量通道，它代表了一种向内的精神层面的东西。如果你的无名指长过食指，这在骨相学上讲叫做内胜于外，灵性压倒了世俗。食指短，说明这个人对世俗的那种争强好胜，那种一定要把别人踩在脚下的欲望相对比较淡。而无名指长，说明你的精神世界、你的情感世界、你内在的那股驱动力非常发达。据我这么多年看人看事，接触了三教九流这么多人，我发现一个规律，凡是无名指比食指长的人，往往都不是普通人。我说的这个不普通，不是说你一定是大官大富豪，而是说你的来历不普通，你的内在不普通，你身上有一种东西是很多人没有的。我在台南有一个学生，他父亲是做传统糕饼的，30年如一日就守着那家店。台南的老街上，每天早上5点就开始做，做到晚上，一块糕饼卖个几十元台币，利润薄得很。身边的人都说这个时代了，谁还靠这个？干脆关掉算了。但他父亲不肯，他说我学这门手艺的时候，师傅叮嘱我这个配方不能断，我答应过师傅，我就要守着。就这样守了30年，到了他60岁，台湾开始流行文化觉醒，大家开始重新重视传统工艺。他那家不起眼的糕饼店突然被媒体发现，上了报纸，上了杂志。现在每天门口排队，一排就是1-2个小时，台北的客人专程南下来买。他儿子跟我说，爸爸无名指就是比食指长很多。我说你们父子都是那种守得住的人，守得住才等得到。在易经里，我们讲人大概分2类，一类是随着命运的安排，迷迷糊糊的来，迷迷糊糊的走，像水上的浮萍，自己做不了主；另一类是内在有一股力量在驱动的，他做事不只是为了自己，他心里装着一些更大的东西。他看到别人的苦，他放不下，他总觉得自己要做点什么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往往就是第2类。你们看看自己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你回想一下，从小到大，是不是总觉得自己跟周围的人有点格格不入？是不是别人都在抢东西的时候，你反而想退让？是不是看到别人受苦，眼泪哗啦一下就流下来了？是不是总觉得自己好像在找什么东西，但又说不清楚到底在找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这都不是你的问题，也不是多愁善感，这是因为你的内在还没有找到它真正的出口。但是拥有这种手相，往往意味着你这辈子前半生会走得很辛苦。为什么呢？肯定有人在想，你说我不普通，我内在有力量，可为什么我这日子过得这么难呢？做生意被人坑，谈感情被人伤，借钱给人要不回来，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命里注定要成大事吗？这就是你们不懂了。为什么你活得比别人累？因为你是带着任务来的。
易经里讲，生命的力量大概分2种，一种叫做被推着走，一种叫做自己走。绝大多数人是被推着走的，他以前欠了什么，这辈子被拉来还，或者他以前积的什么，这辈子来收。他的人生是被动的，像是被水流冲下来的木头，自己做不了主。但是拥有这种手相的人，你们不一样，你们是自己走的，你内在有一股力量在驱动你，这股力量不是因为贪，不是因为怕，是因为你心里装的东西你放不下。易经困卦，我最喜欢讲这个卦，困是什么？是泽上无水，是水被困住了，走不出去。但你仔细想，水被困住的时候在干什么？在往下渗，在往下扎，在积蓄力量。表面上看被困住了，很惨，实际上是在蓄势。困极则通，这是易经告诉我们的规律。困到了极点，通路自然就开了。所以你前半生经历的每一次被人欺骗，每一次被人误解，每一次跌落谷底，都不是白费的，那是你在往下扎根，那是老天爷在用苦难这把沙子替你打磨你的心性，替你磨掉那些浮躁，磨掉那些棱角，把你磨成一个真正有用的人。一把好刀必须经过反复的锻打才能出锋芒，刀在火里烧红，在铁锤下捶打的时候，它痛不痛？那当然痛，但是不烧不打，它就只是一块铁，出不了刃。不过虽然道理懂了，但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你们这类人在性格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这个弱点让你们吃尽了苦头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心太软。因为你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太细腻了，你看到别人受苦，你感同身受，所以你对这个世界的残酷往往最没有抵抗力。你们这些人我见得太多了，看个电影里面的主角还没哭，你先稀里哗啦一通，路边看到一个乞讨的，明明知道可能是骗局，腿就是迈不动，非得掏出来给他别人来借钱，你明明自己也紧巴巴的，结果人家说2句可怜话，你心一软，拿去吧。结果呢，钱借出去了，朋友也没了。在世俗人眼里，这叫傻，叫好欺负，叫烂好人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在易经的道理里，这叫慈悲心的种子。可是为什么这颗种子让你活得这么累呢？你要晓得，慈悲和软弱往往只有一线之隔。我在台湾讲课这么多年，认识一个女学生，什么都不错，学问好，家境好，人也长得端正，可就是感情路上走得一塌糊涂。每次谈感情，她都像个老妈子一样照顾对方，把对方惯得像个孩子。对方遇到困难，她拿出积蓄去贴补；对方想创业，她拿出自己的钱去支持。最后怎么样？对方有了起色，第一件事就是甩了他，找了别人。他哭着来问我：“老师，为什么好人没好报？我做错了什么？”我对他说：“你没有做错，你只是给错了方式。真正的帮助不是把自己掏空去填满对方，那样做你累，对方还不感激。因为人的本性，得来太容易的东西是不会珍惜的。你付出的越多，他越习惯，习惯了就当成理所当然，理所当然就开始看不起你。这不是那个人特别坏，这是人性。易经里讲过，刚则折，过柔则废。你柔到没有边界，就是在废自己。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：拥有这种手相的人，今生最大的功课是什么？不是学会怎么去爱人，因为爱人是你的本能，你不用学就会。你们要学的是学会拒绝，是长出牙齿来的善良。易经乾卦讲自强不息，坤卦讲厚德载物，这2卦是配合着用的。光有坤的厚德，没有乾的自强，就变成任人踩踏的软土。厚德是你的底子，自强是你的脊梁，2个都要有，缺一不可。所以回头看看你自己，你是不是总是那个好说话的人？从今天起，试着把你的心门关上一半，留一半给值得的人，留一半给自己，不要怕得罪人。那些因为你拒绝一次就离开你的人，本来就不是真正的缘分，走就走了，那是替你的人生清场。好了，这关于情的一关，我知道不容易过。但除了这个，你们身上还有一种东西，有时候你们不用眼睛看，光凭感觉就能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，或者做梦特别准，或者到了一个新地方，莫名的觉得来过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其实是你们内在的天线比普通人更灵敏。我先声明，我讲东西从来不搞迷信，我们是用易经的道理来讲这个现象的。你们这些无名指尝过失职的人，是不是经常有这种感觉？心里突然咯噔一下，没来由的发慌，结果没过几天，家里真的出事了。有时候做一个梦，梦见很久不见的亲人，那个场景清晰的像真的。又或者你到一个新地方，明明是第一次去，却觉得这个地方我好像来过。普通人会说这是第六感，
心理学家说这是潜意识在起作用。我告诉你们，在《易经》的道理里，这叫做既然不动，感而遂通。《易经》系辞讲：亦无思也，无为也。既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就是说，当一个人的心真正静下来，他就能感应到天地之间很多细微的变化。我们打个比方，普通人的心是一台被噪音淹没的收音机，整天算计这个，担心那个，脑子转个不停，信号全被杂音盖掉，什么都收不到。但是你们这批内在力量强的人，那台收音机的噪音比别人少，所以那些细微的信号你们就能收到。这不是什么神通，这是心境的结果。那么怎么正确对待这种感应能力？我有4个字送给你们，叫做不知深浅。意思就是别把它太当一回事。感应到家人可能有事，放在心里，多打个电话关心一下。行了，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，醒来以后心里默默念一下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心里突然发慌，那就让自己静下来，深呼吸，把心安住。你要利用这个天赋去体察别人，去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，而不是去炫耀、去卖弄。你感觉今天一个朋友状态不对，心里有事，你就用你的敏感去关心他，去支持他，而不是卖弄说：“哎呀，我算出你今天有事了。”这是很大的不同。用来帮人是真本事，用来显摆那是在消耗自己的气场。好了，讲到这里，你们大概已经明白了自己这种敏感的体质是怎么回事。这种体质年轻的时候会让你很痛苦，因为太敏感了，太容易受伤。但是凡事都有两面，这种苦其实是你前半生的药，它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悄悄的在打磨你，在塑造你。到了中年以后，如果你能撑过来，这药就开始起效了。你的命运往往在那个时候会有一个巨大的反转。下面我要给那些觉得现在日子过不下去的人打一针强心剂。很多人心里有一个问题憋了很久，就是易经不是说善有善报吗？我都这么善良了，我都这么努力了，为什么还要过这种苦日子？我来告诉你，易经讲的因果是通的时间的，不是现买现卖的快餐。尤其是你们这种内在力量强、带着使命来的人，你们的人生剧本往往是先苦后甜，甚至是大苦大甜的。为什么前半生非要受苦不可？第一，那是清洗的过程。你们这些人往往前世积累了很多东西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，这辈子要把那些不好的清掉，才能轻装上阵。怎么清？就是通过苦难来清。你被人骗一次，那是还一笔债；你生一场病，那是消一次业；你失败一次，那是过一道关。每过一关，你身上的包袱就轻一点，你的路就顺一点。第二，那是磨练的过程。你们这些人将来要做的事往往不小，要承担的责任往往不轻。如果没有前半生的磨练，你根本扛不住后半生的重量。就像一个人要去爬高山，你不先在平地上练好体力，练好意志，上了山你就会摔下来。第三，那是筛选的过程。你们这些人往往心地太好，什么人都往身边拉，结果身边一堆消耗你的人。前半生的苦就是在帮你筛选，那些真正的朋友会在你最难的时候留下来，那些假的会在你最难的时候离开。等你走过那段最黑暗的路，回头一看，身边剩下的都是真金。我在台中有个学生，他年轻的时候做生意被合伙人坑了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老婆也跟他离婚了，带着孩子走了。那几年他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套房里，白天打3份工还债，晚上回来累得倒头就睡。他跟我说那段时间他想过要跳下去算了，但是每次站在楼顶，脑子里就会浮现出他母亲的脸。他想，我妈把我养这么大，我就这样走了。他怎么办？就这样一天一天撑下来，5年以后债还清了，他重新开始做小生意。这次他学聪明了，不贪大，稳扎稳打。10年以后，他的生意做起来了，不算大富大贵，但是日子过得很踏实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整个人变了，以前那种浮躁、那种急功近利全没了，变得很沉稳，很有智慧。他说：“老师，我现在回头看那5年，那是我人生最宝贵的5年。如果没有那5年，我不会是现在的我。”我看他的手，无名指比食指长一大截。我说：“你这辈子的苦吃够了，后面的路会越走越顺。”果然，这几年他的生意越做越好，而且他开始做公益，帮助那些跟他当年一样走投无路的人。所以我现在问你们，如果你正在经历人生的低谷，如果你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，你要记住，这不是终点，这是转折点。易经卜卦讲否极泰来，否到了极点，泰就来了。你现在吃的苦越大，说明你后面的转机越大。但是有一个前提，
就是你不能倒下，你不能放弃，你要咬着牙撑过去。你们看看自己的手，如果你的无名指真的比食指长，那我告诉你，你这辈子注定不会平凡。但是这个不平凡，不是说你一定会大富大贵，而是说你的人生会有意义，你会在某个时刻、某个地方发光，你会影响到一些人，你会留下一些东西，可能是一句话，可能是一件事，可能是一个榜样，但那个东西会留下来，会传下去，这才是真正的不平凡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前半生这么苦，后半生要怎么做才能真正翻身呢？这就是我接下来讲的重点了。你们拿笔记一下，我讲3个关键，这3个关键做到了，你后半生不想顺都难。第一个关键，找到你的道。什么叫道？就是你这辈子真正要做的那件事。很多人活了大半辈子还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，每天浑浑噩噩，做这个也不是，做那个也不是，心里总觉得空空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还没有找到你的道。你们这些无名指掌的人，内在有一股力量在驱动你，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往哪个方向用力，那股力量就会变成焦虑，变成痛苦。所以你要静下来问自己，我这辈子到底想做什么？什么事情是我做起来会忘记时间、忘记疲惫的？什么事情是我就算没有钱也愿意去做的？我给你们一个方法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关掉手机，坐下来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然后问自己，如果我只剩下1年的生命，我最想做什么？不要想钱，不要想别人怎么看，就想你自己。那个答案浮现出来的时候，你心里会有一种感觉，那种感觉是温暖的，是笃定的，是对，就是这个，那个就是你的道。找到了以后，你就往那个方向走，不要管别人说什么，不要管路有多难，你就往那个方向走。第二个关键，学会舍。你们这些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舍不得，舍不得那些消耗你的人，舍不得那些没有意义的事，舍不得那些已经过去的东西。你抓着不放，那些东西就变成你的包袱，压得你喘不过气来。易经讲损卦，损就是减少，就是舍弃。你要懂得做减法，把那些不重要的、不值得的、不属于你的东西通通放下。怎么舍？第一，舍掉那些消耗你的关系。你身边有没有那种人，每次跟他在一起你就觉得累，他总是在抱怨，总是在索取，从来不给你正面的能量，那种人你要学会远离。第二，舍掉那些没有意义的事。你每天忙得团团转，但是回头一看，那些事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帮助？没有，那就不要做了。第三，舍掉过去的执念。很多人活在过去，总是想着，如果当年我怎样怎样就好了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那些伤害你的人，你原谅他，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你自己，是为了让你自己轻松一点。第三个关键，积德行善，但要有智慧。你们这些人天生就有一颗善良的心，这是你们的优点，但也是你们的软肋。很多人行善行到最后，把自己搞得一团糟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智慧。什么叫有智慧的行善？就是你帮人要帮到点子上，不是人家要什么你就给什么。比如说有人来跟你借钱，你要先看这个人是什么情况。如果他是真的遇到困难，而且这个人品行端正，你帮他一把，那是积德。但是如果这个人本身就好吃懒做，借了钱去挥霍，你还借给他，那不是帮他，那是害他，也是害你自己。真正的善良是有原则的，是有底线的。还有行善不要张扬，《易经》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但是这个积字很重要，积就是慢慢累积，默默的做，不要到处宣扬。你做了好事就到处讲，那个福报就被你自己消耗掉了。真正的善是润物细无声的，是你做了以后心里踏实，不求回报，不求别人知道。好了，这3个关键你们记住了吗？找到你的道，学会舍，有智慧的行善，这3个做到了，你后半生的路就打开了。但是我还要提醒你们一点，就是不要急。很多人听了这些道理以后，恨不得明天就要看到效果，后天就要翻身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的。易经讲渐卦，渐就是慢慢来，一步一步来。你前半生吃了那么多苦，那些苦不是白吃的，那是在给你后半生铺路。但是这条路要一步一步走，不能跳，不能急。好，讲到这里，我知道你们心里可能还有一个疑问，我怎么知道我现在走的路是对的？我怎么知道我没有走偏？这个问题很好，我给你们一个判断标准。如果你走在正确的路上，你会有3个感觉。第一个感觉是内心的平静，不管外面多乱，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，你心里是平静的，是笃定的。第二个感觉是身体的轻松。如果你做一件事做得很痛苦、很勉强，那可能不是你该做的事。真正适合你的事，你做起来会觉得顺畅，会觉得有力量。
第三个感觉是周围的回应。当你走在正确的路上，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开始变得顺利，该来的人会来，该出现的机会会出现。好了，讲了这么多，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：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看到这里心里有感觉的？有多少人觉得对，他说的就是我？如果有，请你在评论区留个言，告诉我你的无名指是不是真的比食指长，告诉我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，不用写太多，就简单说一下就好。我想知道有多少人跟我有共鸣，也想知道你们现在的状况。如果你们遇到的问题比较多，我可以在下一期针对性的讲解。还有，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你帮我点个赞，让更多需要听到这些话的人能够看到。现在我要讲最后一个部分，也是最重要的部分，你们这些人后半生到底要做什么？我刚才讲了，你们是带着使命来的，那个使命到底是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使命不是去当大官，不是去发大财，不是去出人头地，你们的使命是传灯。什么叫传灯？就是把光传下去，把温暖传下去，把希望传下去。你们这些人因为经历过苦难，所以你们懂得苦难；因为被伤害过，所以你们懂得伤害；因为在黑暗中走过，所以你们懂得光明的可贵。这些经历不是白费的，那是你们的财富，是你们的资本。你们要用这些经历去帮助那些正在经历同样苦难的人，去告诉他们：我走过来了，你也可以。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在受苦，有太多人在黑暗中挣扎，他们需要有人告诉他们：你不是一个人，有人懂你，有人支持你，你们就是那个人。你们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你只需要在你的位置上，用你的方式去温暖你身边的人。可能是一句话，可能是一个拥抱，可能是一个微笑，但那个温暖会传下去，会影响更多的人。所以我现在要对你们说，如果你的无名指真的比食指长，如果你真的是那种内在力量强的人，那你要记住，你这辈子不是来享福的，你是来做事的。你前半生吃的苦是在为后半生做准备，你经历的那些伤害是在教你怎么去爱，你走过的那些黑暗是在让你成为别人的光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最后我再问你们一次，你的无名指是不是比食指长？如果是，你现在明白自己是谁了吗？你明白自己这辈子要做什么了吗？如果明白了，那就去做吧，不要再犹豫，不要再等待。时间不等人，机会不等人，你的使命也不等人。从今天开始，昂首挺胸的走你的路，带着使命感去活你的人生。记住，你不是一个人，有千千万万跟你一样的人在走这条路，我们都在一起。加油！我相信你们，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，都能完成自己的使命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你点个赞，留个言，让我知道你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保重。